虽然在楚风的身后是一个面巨大的墙壁，但在楚风的前方却是错综复杂的道路。这里像是一个地下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地下迷宫。但楚风最关心的是，在这里他能够感觉到他的武力又被封锁了，这仍然是一个只能施展结界之术的地方。楚风知道夏言和萧玉会来找他，但楚风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张开天眼，开始认真观察起来。楚风与夏言、萧玉乃是被迫联手，完全不能指望他们帮助自己，所以楚风深知，他若想要在这种地方存活下去，唯一能够依仗的其实只有自己。这感觉，您是终于肯帮我了吗？忽然，楚风感觉到了一股异动。别看楚风的嘴角只是微微上扬，可实际上楚风的内心却早已变得狂喜。是天师拂尘这件至宝终于有了特殊的反应，而每当他有这种特殊反应的时候，就预示着他打算帮助自己。往往这种时候，天师拂尘都能够释放出超乎寻常的力量。平日里，天师拂尘只能帮助楚风的提升一点结界之术的力量，帮助不是特别的大。但只要当天师拂尘主动帮助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楚风往往就会占得先机，甚至布置出超强阵法，对抗武尊境强者的事情，楚风也成功做到过。可以这样说，刚刚踏入此地的时候，楚风的心中可谓毫无底气。在这种只能施展结界之术的地方，莫说是公孙云天那种可怕的家伙，就连公孙家其他龙变四重的天才，楚风也是难以应对。可是当天师拂尘给予楚风这个信号之后，楚风顿时信心暴涨。莫说公孙家的其他天才，就连公孙云天也未必会是楚风的对手。这便是天师拂尘的力量。楚风赶忙将天师拂尘握在手中，顿时一股强大的量涌入楚风体内。楚风的眼睛变得格外明亮，他不仅能够穿透一定距离内的墙壁，看透墙壁后的情况，甚至能够看到结界路线，知道哪里隐藏着阵法机关。就连楚风的感应力也增强了数倍。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楚风感觉到一层又一层无形的力量自四面八方涌入楚风的体内，那是这千变幻宫内的力量。可以这样说，哪怕的精神力不强，哪怕他没有掌握天眼，此时的天师拂尘也可以让他变得无可匹敌。因为天师拂尘正在帮助楚风掌握着千变幻宫内的力量。哟，兄弟，你可真是乖巧呢。忽然一道声音响起，乃是夏言。夏言从一条道路走了出来，但是在他的身旁还跟着另外一个人，这位便是萧雨。他们两个已经提前集结，我都说了，遇到大腿我可是要牢牢抱紧的。楚风说道，放心吧，跟着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夏言拍了拍楚风的肩膀，随后便轻车熟路般的开始为楚风带路。你是来过这里吗？还是有这里的地图？楚风对夏言问道。楚风发现夏言一路前行，就好像有着明确的方向一般。明明一路遇了不少分岔路口，甚至有的路口有数百条道路同时出现，可是夏言却几乎没有停留观察，便继续前行。兄弟，现在咱们联手，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虽然第一次进入千变幻宫，但我提前收集了一些关于千变幻宫的资料，而且我来参加招亲大会，从一开始就不是黑煞老魔的孙女，而是这千变幻宫。我就笃定在这次招亲大会，黑煞老魔会拿出这千变幻宫。所以你放心，你既然与我联手，我保证你不会空手而归。夏言对楚风说道。那你呢？楚风看向萧玉，我只要幻宫浑水，其他的都归你们。萧玉说道。这个家伙十分冷漠，并且他的这句话明显不只是对楚风说的，而是对楚风和夏言两个人说的。幻宫浑水那是何物？修炼至宝吗？楚风问道。可萧玉却根本没有回答。于是楚风看向了夏言。夏言与萧玉性格相反，萧玉冷漠至极，可夏言却像是一个大嘴巴。果不其然，当感受到楚风目光投来，早就准备好的夏言便立刻开口，给予楚风解答。提到这幻宫浑水，可就非常的有趣。在咱们之前，有不少天才小辈进入过这千变幻宫，有一位天才就发现了一个看似寻常的玉瓶，那玉瓶上面写着幻宫浑水4个字。至于瓶子之内有着散发香气的液体，那天才不是鲁莽之辈。一番观察后，发现液体并无害处，便判定可能是修炼资源，于是直接修炼无果后便一饮而下。但是饮下之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话到此处，夏言故作神秘地看向楚风，说道：兄弟，你猜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楚风问道。那家伙的魂魄脱离了肉体，并且无法与肉体相融，只能以魂魄形态行走。但这没什么特别的，最诡异的是他的魂魄状态无法施展任何力量，这便让他十分恐慌。于是他便想要向人求助，刚好遇到了一位与他相识且一同进入千变幻宫的友人。可是他说话，他的友人竟然也听不见。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靠近友人，可友人依旧看不见他，并且竟然直接从他面前走了过去，而他就如同透明的一样，明明站在那里，他的友人却从他的身体穿了过去。可也就是这个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重新夺得了肉体，但他掌控的却不是自己的肉体，而是他友人的肉体。后来他惊愕地发现，他不仅掌控了友人的肉体，他还掌握了友人的灵魂以及友人的力量。夏言说道：居然具有如此力量。听到这里，楚风也是十分惊奇。准确的来说，这幻宫浑水具有夺取他人肉身魂魄的力量，乃是夺舍之物。夏言说完此话，看向萧玉，所以萧玉兄，你要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想做什么好事吧？而其实夏言所问之话，其实也是楚风想问的。萧玉看都没看夏言，但却说了4个字：与你无关。随后萧玉便继续前行。原来这萧玉不仅对楚风冷漠，对夏言也同样如此，有个性，我喜欢。可面对这样的萧玉，夏言却也不生气，反而大嘴一咧，便笑着跟了过去。至于楚风，也是跟了过去。原本他们一路前行是由夏言带路，可是此时萧玉却走在最前面，那个架势同样也是轻车熟路。这说明不仅夏言了解这千变幻宫，萧玉也同样了解。
可突然之间，一道暗中传音传入楚风耳帘，那声音乃是夏言。幻宫浑水虽有夺魄功效，但其实只是短时间之内奏效。那个饮下幻宫浑水的天才，很快就从他友人身体脱离，灵魂也自动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一切恢复如初，而他的友人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同样恢复如初。后来人们发现，幻宫浑水只能对比自己弱的人使用，就比如你和我，若是你服用了幻宫浑水，就无法占据我的身体，但是我若服用了幻宫浑水，就能占用你的身体。所以孝玉那小子若想用这幻宫浑水害人，那绝对是没有意义的。对付比他弱的人，他直接动手就行了，根本无需使用这幻宫浑水。夏言暗中传音，就是想要详细为楚风讲解幻宫浑水的功效，但似乎也在侧面的说，这孝玉要这幻宫浑水，似乎并非作恶，因为这幻宫浑水不符合作恶的条件。那你觉得他特意来到这千变幻宫，只为这幻宫浑水，是有要做什么呢？楚风问道。必然是有他的用处，只是有何用处，你可以去问他呀。夏言笑嘻嘻的说道。楚风虽然有些好奇，可他与孝玉不熟，孝玉究竟做什么，其实与他无关，所以楚风也没有过多的猜测。那你呢？你来这里可有特别的目标？楚风问的这句话不再是暗中传音，而是直接问出来的。当然有了，我的目标是千变幻宫最深处的紫霞鬼王珠。夏言说道。那是何物？楚风问道。千变幻宫里面天才的宝数不胜数，但要说最令人垂涎的，那必然就是这紫霞鬼王珠。夏言说这话的时候，竟是一脸的期待。而后经过夏言讲述，楚风也是得知那紫霞鬼王珠究竟是为何物。虽说千变幻宫往往30年才开启一次，可是修武者的普遍寿命都能够达到近万岁，甚至还有不少人能够活到上万岁。以这样的年龄来看，30年的时间并不算长，所以曾踏入过千变幻宫的人不在少数。可能一个人无法了解千变幻宫，但是那么多人的踏入，只要信息交集在一起，千变幻宫就不再那么神秘。正因如此，还有人到处搜集关于千变幻宫的信息，绘制成了地图以及一些破阵的方法，然后以高价售卖给有机会踏入千变幻宫的天才。这就是为何夏言和萧玉明明是第一次踏入千变幻宫，但却对千变幻宫如此熟悉的原因。虽说千变幻宫的地形没有太大变化，但有诸多阵法却也是无人可破的。就比如一个散发着紫色光华的珠子，那珠子不仅散发紫色光华，珠子上面还刻有鬼王2字，正因如此才被称为紫霞鬼王珠。但紫霞鬼王珠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顺利拿到，可也正因为没有人能够拿到紫霞鬼王珠，所以他便成为了夏言的目标。如果说萧玉拿到幻宫浑水是有着他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话，那么夏言想要拿到那紫霞鬼王珠，就是为了彰显他的本事，想要名扬天下。当然，紫霞鬼王珠如此难以得到，并且摆放在千变幻宫最后的关卡处，那必然也是极其利要的宝物。只是这紫霞鬼王珠究竟是怎样的宝物，那只有他未来的主人才能知晓。不过这紫霞鬼王珠虽是夏言的目标，可因为在这千变幻宫最深处的关卡，想要见到它也并不容易，因此他们现在还是决定先帮萧玉找到幻宫浑水。虽然紫霞鬼王珠难以拿到，但它就在那里，就在这千变幻宫最后的关卡处，只要有足够的本事走到那里，就能够见到它。相比于紫霞鬼王珠，幻宫浑水只要找到就可以立刻得到，可是偏偏幻宫浑水没有固定的位置，想要找到它也要看运气。而根据地图以及资料记载，在这千变幻宫内有49个区域曾发现过幻宫浑水，但有一个地方出现幻宫浑水的几率最高，因此楚风3人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在那里。楚风3人一路前行，由于有地图在手，所以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哪怕遇到一些拦路的阵法也是可以轻松的破解。可是现在在他们的前方却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湖泊，湖泊之中竟是宛如墨水一般的黑色水流，且这水流浩浩荡荡的转动之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水浪滔天，隆隆作响。而那黑色的水流漩涡更像是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的巨口，令人看着便不寒而栗。那样可怕的漩涡若是卷入其中，绝对是必死无疑。最主要的是，这湖泊具有吞噬的力量，在它的上面不仅无法御空而行，就连寻常的阵法都会被它所吞噬。想要踏过这道湖泊可并不容易，其实破解这湖泊很容易。楚风兄弟，你拿着这个。夏言说话间将一颗透明的珠子递给了楚风，珠子之内不仅蕴藏结界阵法，珠子表面还刻满了类似船一样的符咒，密密麻麻。这是防止被吞噬的宝物。楚风问道。正是。夏言点了点头。我们用这个宝物就能过湖？楚风再度问道。不能，不过有了它，我和萧玉就可以过去了。夏言此话说完便咧嘴一笑，随后抬手一掌，直接将楚风打入了湖泊之中。进入湖泊之后，楚风便被困在湖水之中，根本无法脱困，只能随波逐流，不断的向漩涡的中心卷去。而就在楚风被困于湖泊之中，不断向漩涡深处卷去之际，夏言与孝玉竟御空而起，开始跨越湖泊，并且很是顺利的抵达了湖泊的另一端。按理来说，这湖泊具有吞噬之力，他们本无法御空而行才对。就在楚风不解之际，夏言却告诉了楚风答案：这湖泊是吞人的怪物，可它也有弱点，当它吞噬人的时候，它的吞噬之力就会消失。楚风兄弟，这就是我们找你帮忙的原因了。夏言对楚风说道。你们根本没有想与我联手，只是想利用我来通过这湖泊。楚风面露怒容，可那夏言却依旧面带笑意。楚风兄弟，真是对不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3个里你的作用最低呢？好一句作用最低。楚风冷然一笑。对于这句话，楚风居然无法反驳，但是与此同时，楚风的心中却也是做出了一个决定。本来楚风是真的想与这2位联手的，但是现在这2位如此对待他，
这所谓的联手，自然也是分崩瓦解。可是这对于楚风来说，可并非坏事；但是对于夏言和萧雨而言，可就是坏事了。因为他们三人之中，其实楚风才是真正的大腿。他们两个这样做，乃是在害自己。可忽然，就在楚风即将被那湖中漩涡吞噬之际，其手中的珠子光芒大盛，紧接着一座阵法竟浮现而出。那阵法乃是由无数只船只组建而成。虽然这湖泊有着吞噬阵法的力量，但是对于这座从珠子之中释放而出的阵法，却无能为力。虽说楚风依旧无法摆脱湖中漩涡，可是有这座阵法在，楚风却也能够暂时避免被吸入漩涡之内。而这颗释放阵法的珠子，正是刚刚夏言交给楚风的。楚风兄弟，委屈你了，在这里等着，我们会回来救你的。另外，我们得到的收获也会分你一部分。夏言对楚风说完此话，便与萧玉继续前线，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之中。可是此时的楚风却是有些犹豫了。本来楚风以为夏言和萧玉从一开始就是打算牺牲他的性命来渡过这个湖色湖泊，可现在来看，似乎并非如此。他们两个利用楚风不假，但却并没有打算牺牲楚风性命，否则那夏言完全没有必要将这颗能够救自己性命的珠子交给自己，直接将楚风推入湖中即可。这样一来，倒是有些让我犯难了呀。楚风喃喃自语，随后手中结界之力涌入那颗珠子之中，那珠子释放出的阵法居然回缩到了珠子之内，这是楚风强制收回的。但紧接着，楚风的身体居然开始缓缓上浮，具有磅礴犀利的湖水无法再继续困住楚风。很快，楚风的身体便彻底从那湖泊之中解困。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楚风在这千变幻功内掌握着了一种特殊的力量，那是这千变幻功的力量。虽然只是极其微弱的一部分，但却已经足以让楚风在这千变幻功内占尽先机。这正是天师浮沉带给楚风的好处。摆脱湖泊的吸力之后，楚风的身影也是消失不见，他是将自己隐藏了起来。隐藏之后，楚风便向夏言和萧玉所在的方向追了过去。夏言和萧玉根本不知道楚风已经躲过黑湖的控制，而是快速的向前行进，并且楚风注意到他们二人的行进速度明显比之前更快了。楚风本来还有些不理解，为何他们两个变得如此急切，直到萧玉忽然停下，而夏言催促之后，楚风才恍然大悟。萧玉兄，快一点！楚风兄弟可还等着我们呢。我不确定我那宝物在那黑湖之中可以支撑太久，咱们必须快点找到幻生玉石，否则楚风兄弟可就危险了。夏言不仅催促着萧玉，他的语气也是变得极为凝重，这可与吊儿郎当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这夏言没有欺骗楚风，他是真的想着要将楚风救出去，这可就让楚风有些动容了。你要救他，我不拦着，但在此之前，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性命。难道你看不出来前面有阵法吗？萧玉对夏言说道。阵法。夏言听闻此话，赶忙从怀中取出一张地图，那正是他花高价钱所收购来的千变幻功的地图。可是在他这张地图的记载上，前面的道路畅通无阻，并没有所谓的阵法。哪里有阵法？夏言问道。你不是戒灵师吗？不会自己看？萧玉瞪了他一眼，随后便开始布置阵法。见状，夏言也是单手捏诀，随后另一只手自眼前划过，他的双眼居然变了颜色。很快，他的脸色也是有了变化。妈的，这地图果然不靠谱！夏言骂了一声之后，也是立刻开始布置阵法阵线。忽然，萧玉大喝一声，双手向前一指，在他们的前方，原本什么都没有的空间便剧烈的颤动起来。在那颤动之下，空间开始变换，一个布满荆棘的泥潭浮现出。原来前方是隐藏的陷阱，还好萧玉提前发现，如若不然，他们两个真的踩了上去。以这阵法陷阱的威力，恐怕他们两个性命休矣。你辅佐我。萧玉对夏言说完此话，便准备催动主阵法去破解前方的陷阱。我劝你们还是不要乱出手，就你们这阵法的力量，不仅无法破阵，反而会害了你们。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自他们身后响起，回头观望，夏言顿时大惊：楚风兄弟，你脱困了！夏言看着楚风，一脸的不可思议。萧玉的眼中同样也是涌现出意外之色，可是萧玉显然没有将楚风的话放在眼里。只见其大喝一声，阵起，紧接着他所布置的阵法便释放出磅礴的力量，向前方的陷阱冲击而去。可是当那阵法力量触碰到陷阱之际，陷阱竟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炸一触即发，陷阱内的泥潭瞬间便将夏言与萧玉吞噬。紧接着，泥潭内的荆棘更是向他们两个飞射而来。不过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结界屏障却浮现而出，拦在了他们身前，将那些荆棘全部挡了下来。布置那阵法的正是楚风。楚风兄弟，你……此时夏言和萧玉再度看向楚风，眼中的金色更浓。他们能够感觉到那陷阱的厉害。按理来说，那飞掠而来的荆棘就连他们都难以抵挡，可是楚风布置的结界却轻松挡了下来，这让他们意识到楚风的力量其实远在他们之上。至少楚风的结界之力中蕴藏着特殊的气息。我去，楚风兄弟，你这深藏不露啊，怎么做到的？你不是只有龙边二重吗？怎么掌握了如此强的结界之力？而且我觉得你这结界之力之中似乎蕴藏着不得了的东西啊！我明白了，原来你在扮猪吃老虎啊！其实你对这千变幻功的了解远在我们之上，对不对？夏言接连问道。就连萧玉也开口了，但相比于夏言的好奇，萧玉的态度可就是有些令人不爽。你是故意的吧？萧玉看向楚风时，脸上有着些许不悦。你是指什么？楚风问道。你可以直接出手，为何要等到我们被泥潭吞噬之后才出手？萧玉问道。我告诉过你不要出手了，是你不听我劝。不过你说的没错，我是故意的。相比于被你们直接推入黑湖之中，你们这深陷泥潭根本算不上什么。楚风说道。推你入黑湖的可不是我。萧玉说道。可你也没有救我，而我至少救了你。
而且我劝你说话不要太狂妄，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脱困。我若见死不救，你们现在依旧别想活。楚风说道。楚风此话说完，萧玉和夏言也是赶忙仔细观察那将他们困住的泥潭，这才发现这泥潭竟然开始冒出诡异的气泡，那感觉就像是热水快要沸腾了。当那气泡出现之后，一股恶臭也是随之而来，那是腐蚀的力量。伴随气泡越来越多，那恶臭以及腐蚀之力也正在不断增加。楚风兄弟，我错了，我不该不与你打招呼，就直接将你推入黑湖之中。可是我并没有打算害你，我是害怕你不相信我，所以才先斩后奏。夏言赶忙对楚风将士，从他的声音之中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慌张。夏言兄，我相信你。楚风说话间便立刻布置一座阵法，这阵法将夏言笼罩之后，夏言立刻恢复了自由之身，很快便从泥潭一跃而出。救出夏言之后，楚风看向了萧玉。萧玉是一个十分傲慢的人，哪怕命在旦夕，可是此时的他却也没有立刻向楚风求饶，而是不断想尽办法的自救。只是奈何他无论使用怎样的手段，都是无法脱困。萧玉兄，你快向楚风兄弟认错。楚风兄弟，萧玉兄对你也没有敌意的，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见状，夏言一边劝说萧玉，一边劝说楚风。可是无论他怎么劝，萧玉都没有认错的打算，楚风也没有就此罢休的打算。这萧玉果然很有骨气。很快，那泥潭开始沸腾起来，臭气熏天之际，那腐蚀之力也是开始席卷萧玉。萧玉的肌肤开始被那泥潭的力量腐蚀，尽管他紧咬牙关，可是在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痛苦的狰狞。楚风，当我欠你一个人情。终于，萧玉看向楚风，虽然很不情愿，可他终究还是妥协了。见状，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立刻布阵，将萧玉救了出来。其实他对这萧玉没有敌意，相反，这萧玉越是有骨气，楚风越是欣赏。楚风最看不起的是那种装作高傲自负，但是遇到比自己强的人，立刻变得特怂的垃圾。但是萧玉不同，萧玉是真的有骨气，哪怕最后向楚风求助，他也不是卑微的态度，更是没有祈求之意。将二人救出之后，楚风便再度布置阵法，阵法投入泥潭之中，再度出现之际，那阵法之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水。楚风意念之间，阵法变化，那阵法直接化作一个池子，落在了夏言和萧玉的身前。你们身上的泥，寻常手段难以洗清，唯有这泥潭的精华之水才能洗掉，快洗吧，不然泥潭中的毒不仅会腐蚀你们的肉身，更是会侵入你们的灵魂。若是进了灵魂，我也帮不了你们。楚风对夏言和萧玉说道。谢了。萧玉对楚风说道，这句谢是发自肺腑的。他与夏言虽然摆脱了泥潭，可身上却仍有泥巴在身上，那可不是寻常的泥巴，那泥巴如枯骨之躯，他能够感受到那泥巴的危险。若不是楚风提醒，他还真没有看出，原来那泥潭中可以提取出这种精华之水，而这精华之水刚好可以洗掉身上的毒泥巴，这便是他谢楚风的原因。而谢过楚风之后，这萧玉便取出一物，从楚风那阵法之中取走了一部分水后，便离开了。但走了没几步，又对楚风和夏言说道，我有洁癖，你们不要过来看，等我回来。这话说的可不温柔，与其是提醒，更像是警告。且说完此话，萧玉便离开了。楚风兄弟，你别放在心上，虽然我与萧玉兄弟接触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只是不善言辞，实际上并不坏。夏言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取出一物，将那剩下的水给全部收了起来。怎么，你也有洁癖啊？楚风问道。他特意将阵法化作池子，本意就是想让夏言和萧玉在这里赶紧洗干净身上的毒泥巴就算了。现在倒好，这两个大男人居然还避讳起来了。嘿嘿，我不是有洁癖，而是我怕我的太大，你自卑。夏言呲着大嘴笑了笑，随即便取出一个珍珠大小的宝物，宝物一丢，立刻化作一座小型的宫殿，而夏言也是钻了进去。面对这样的夏言，楚风无奈摇了摇头，他倒是没有多想，而是开始布置阵法，想要将那泥潭彻底清除。这泥潭爆炸之后，覆盖面积之大，楚风若不将其彻底清除，恐怕夏言和笑语无法顺利通过。这感觉只是很快，楚风脸色一变，旋即赶忙冲着夏言所在的宫殿大喊一声：夏言兄，快点洗，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说完此话，楚风便身形一纵，向萧玉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楚风察觉到泥潭深处还有更恐怖的力量，他们必须赶紧离开，否则就算是他也难以抵挡。好在萧玉走到不是很远，楚风很快便找到了萧玉所在的位置，那同样是一座宫殿，与夏言所用的宫殿相差不多，都是用来隔绝外界力量，用来保护自己的宝物。楚风情急，害怕在外面呼喊萧玉听不到，而刚好楚风如今掌握了一部分千变幻功的力量，使得他在千变幻功内拥有异于常人的力量，哪怕是萧玉和夏言这特殊的宝物，也是无法阻挡楚风。于是楚风没有呼喊，而是直接穿过了那宫殿，进入了宫殿内部。只是当楚风穿过宫殿之后，浮现在他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愣住了。在这宫殿之内，的确有一人正在洗澡，但这不是萧玉，而是一个极美的女子。楚风，那女子看到楚风便脸色大变，身形一转，不仅将衣衫穿在身上，容貌也是发生了变化，而此时的容貌才是萧玉的容貌。看到这一幕，楚风恍然大悟，原来这萧玉也是女扮男装啊！我什么都没看到。楚风赶忙转了过去，你进来做什么？萧玉凝声问道。他明显不悦，但可能是碍于楚风的实力，他并没有发作。我是来告诉你，快带血，我们必须赶快离开此处。楚风说道。我知道了，你快出去。萧玉说道。好嘞。楚风应下之际，也是立刻走出了那座宫殿。只是走出来后，楚风却是心神难定，尽管只看到了一瞬间，可是萧玉真身那么里的容颜以及较好的身材，却在楚风脑海中挥之不去。毕竟那可是一丝不挂呀。还没出来，楚风恍恍惚惚间回到了泥潭所在的位置，发现夏言还在宫殿之内没有出来，有些着急。
于是楚风直接穿过了这道宫殿，直接进入了其中。只是当楚风穿过宫殿之后，楚风却立刻愣住了。这座宫殿内浮现的一幕，几乎与萧玉那宫殿内的一模一样，只不过这座宫殿内的却是另外一个绝色美女。兄弟，你是夏言吗？楚风问道。听闻此话，那美女才察觉有人进来。呀！下一刻，尖叫炸响，尖叫炸响，那是女子的恐惧以及惊吓。但楚风还注意到，她脸红了，特别的红，就像是熟透了的苹果，那是羞涩到了一定程度才会有的红。楚风赶忙转身，不敢多看。现在的他可不像是年轻时的他了，那个时候的他更在乎自己的感受。简单的讲，他会为所欲为。可是后来他意识到，他的一些举动可能让自己舒坦了，但却伤害了别人，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就比如亚飞、颜如玉、慕容婉三人，哪怕如今楚风也觉得亏欠于他们，而这种亏欠他也不知如何弥补，所以楚风不敢多看，而是赶忙转过身。那个，快点洗，必须赶快离开，否则我们会很危险。丢下这句话后，楚风便离开了那座宫殿。而走出宫殿后，楚风发现萧玉已经回来了。此时的萧玉虽然已经变回了男人的模样，可是楚风脑海中却依旧是他那刚刚洗澡时的样子。虽说楚风只看到了一瞬间，可那个模样却深深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萧玉本来的模样真的很美，也就是楚风不好色，换作是一个好色的，那肯定不会乖乖离开，而是刚刚的事，你若传出去，我一定会杀了你。萧玉看向楚风，眼神极为凶狠。只不过这句话乃是暗中传音，楚风很是无奈，但也觉得自己理亏，于是只能回以苦笑。不怪我哪知道你是妹子啊，我若是知道，绝对不会进去。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楚风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道。萧玉没有再回答，但却收回了那恶狠狠的目光，算是暂且相信了楚风。忽然一阵光芒闪烁，是夏言的宫殿开始缩小，夏言再度浮现出，也已经变成了之前的男人模样。不好意思，洗得久了一点。对了，楚风兄弟，你刚刚催促我是发生何事了？他笑嘻嘻的样子与之前没有任何差别，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泥潭深处有股可怕的力量，我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但它正在向地表靠近，我们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楚风说道。但是这泥潭我们好像过不去啊。夏言看着前方的泥潭说道。本来楚风是想将泥潭清理干净，然后让他们过去的，可是清理的过程中，楚风发现这泥潭深不可测，而且泥潭深处有着某种可怕的力量，无法断定那是可怕的生物还是单纯的力量，但总之那力量似乎已经苏醒，正在向此处靠近。好在那力量靠近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可是这泥潭毕竟还在。夏言和笑玉凭借自身实力的确难以安然度过，跟着我带你们过去。楚风说话间，掌心摊开，一道阵法便浮现而出。原来楚风早已经准备好了帮他们逃离此处的对策，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楚风还拿出了天师浮尘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楚风兄弟，你这浮尘一看就是非同小可的宝贝啊。夏言盯着楚风的天师浮尘，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没有点宝物，我也不敢来到这里啊。楚风淡淡一笑，随后便催动阵法向泥潭飞掠而去。而楚风三人刚刚到达泥潭区域，那泥潭中的毒泥便有了变化，如同箭矢一般向楚风飞射而来。尽管楚风三人都被阵法护在了当中，可是强大的冲击力，就连楚风的阵法也是摇摇欲坠。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不敢大意，手握天师浮尘，体内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通过天师浮尘不断释放而出，融入阵法之中。在楚风结界之力的催动之下，阵法得到稳定，三人也是顺利穿过泥潭陷阱区域。可是落下之后，萧玉和夏言却是心有余悸，他们能够感受到刚刚泥潭的攻势有多凶猛，若不是楚风在，他们两个绝对没有办法过来。你是怎么做到的？萧玉对楚风问道。你是指什么？楚风反问道。你的结界之术是在龙边二重黑煞老魔的测试不会出错，只凭你的结界之术不可做到这种程度，你是掌握了此处的力量。萧玉对楚风说道。他之前只是怀疑，但现在几乎可以确定，楚风是掌握了千变幻功的力量，才会拥有如今这种不可思议的实力。这是我的秘密，与你关系不大，不过你若真想知道也不是不行，不如拿你的秘密交换。楚风说道。听闻此话，萧玉转过身去继续前行，而楚风也是笑了笑，旋即看向身旁的夏言。要不你拿秘密与我交换？我的秘密吗？我这种人哪有什么秘密？我小时候不小心踩到过狗屎，这算不算？夏言笑嘻嘻地说道。当然不算。楚风说完此话，便准备跟着萧玉继续前行，可忽然间一只手伸了出来，抓住了楚风的衣衫。原来是夏言。此时的夏言再度看向楚风，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嬉皮笑脸，反而一双眼眸中闪烁出了楚楚可怜的目光。虽然他还是男人的模样，可那双眼睛却已经换成了女人的目光。楚风兄弟，你刚刚看到什么？我就不追究了，毕竟是我瞒了你，但是你可千万帮我保密啊！我特么的还没嫁出去呢，这要传出去，以后谁还敢娶我呀？我还怎么活啊？夏言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开口了。果然，他其实也很在意这件事，只不过相比于萧玉的态度，夏言的态度可就柔和的多了。他这样的态度，也是使得楚风心中的大石头落了下来。相比于萧玉的警告，夏言的这些话，可谓是让楚风卸下了所有压力。你放心吧，你怎么可能嫁不出去？虽然我只看到了一瞬间，但是我可以实话实说，你挺美的。楚风同样以暗中传音回复道，并且楚风这话可不是违心的话，他是真心话。别看夏言眼下这男人的模样，看上去不太行，但实际上他本来的女子模样，那也是绝色天香，倾国倾城级别的美人。而且这夏言其实还是御姐型的美人。我不管，你必须保密，不然我嫁不出去就赖上你。我告诉你，
我可是有一个外号，那就是狗皮膏药，你要是被我粘上，甩都甩不掉。夏言暗中传音说道：行行行，怕了你，我保密还不成吗？楚风说完此话，便继续赶路，向萧玉前行的方向追了过去。这还差不多。见楚风应下，夏言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可忽然他神色一动，眼中涌现出一抹变化。不对，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呢？喂，啥意思？你嫌弃我不成？夏言一边暗中传音，一边挥动着拳头向楚风追了过去。接下来的时间，楚风三人开始了搜刮之旅。之所以是搜刮之旅，那是因为楚风简直拥有火眼金睛，所过之处，任何宝物都是无处遁藏，都会被楚风所找到。而楚风也并没有吃独食，也会适当的分给夏言和萧玉一些。夏言自然是来者不拒，但萧玉却不肯要。萧玉的要求只有一个，若是找到幻宫浑水给他就可，除了幻宫浑水，他什么都不要。只是奇怪的是，楚风三人一路走来，一直是奔着幻宫浑水的方位寻去，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幻宫浑水。虽说他们一路走来找到了不少结界之术的宝物，但是对楚风而言，真正可用的不多，就连能够提升结界之术的也很少。只能说这些宝物价值不凡，但对楚风来说却没有太大的用处。当然，只是对于拥有天师浮尘的楚风来说，没有太大的用处。对于其他界灵师而言，还是很有用的。总算是找到了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忽然，楚风面色转喜，随后便带着萧玉和夏言快速前行。最终，他们来到了一座类似大殿一样的地方。这个大殿深处有着一座高高的石台，石台内有个水池，而那水池内是流转着七色光滑的水。此水与修武者的本源有着共同的特质，但却比本源更为浓郁，这是能够提升界灵实力的修炼之物。不过可惜，那水池内有阵法，那阵法将泉水封印在了水池之中。若想取出泉水，必须破开水池内的阵法才行，并且此地已有人占领。在那高台之上，水池边上站着两人，他们正是公孙家的天才。公孙家的天才除了公孙云天是龙变5重之外，另外6位之中有3位是龙变3重，另外3位则是龙变4重。此时出现在这大殿内的2位，则是拥有龙变4重的界灵师，并且这2位布置的阵法已经运转，正在尝试运用阵法的力量破解水池内的阵法，想将泉水取出来。哟，够巧的！见到公孙家的天才，夏言下意识的便开了口。而与此同时，公孙家的2位天才其实也注意到了楚风三人的到来，只是看到楚风三人一同出现在此处，他们的眼中也是或多或少的涌现出了一些意外。看来你们3个这是联手了。一番打量之后，公孙家其中一位天才阴阳怪气的说道：对啊，就是联手了，有意见吗？夏言理直气壮，面对公孙家的天才，他也是丝毫没有惧意。意见倒是没有，只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和这样一个废物联手。公孙家的天才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楚风一眼。不用猜，他口中的废物说的就是楚风。他若是废物，那你们就是废物中的废物中的废物中的废物。夏言说道：敢骂我们，你他妈的是想找死吗？别以为你是龙变4重，我就不敢动你。公孙家其中一位天才指着夏言怒喝道。然而夏言却丝毫没有惧怕的迹象，只是还不待夏言开口，楚风却是拍了一下夏言的肩膀，旋即说道：我们来这里没有找你们麻烦的打算，敌意不用这么重。楚风此话说完，掌心一翻，多件宝物飞掠而出，那都是楚风在这千变幻宫内所得到的宝物。你这是何意？公孙家的2位天才问道。别说我不讲道理，我用这些宝物换这殿内的泉水。楚风说道。算你有眼力。公孙家的天才微微一笑，随后其中一位探手一抓，便将楚风拿出来的宝物全部收下。只是收下宝物之后，他们并没有离开之意，反而继续催动阵法，想要将池中的泉水取出来。见此情形，楚风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却有了些许变化。但是夏言却是看不下去了，怒声问道：宝物的收下了，你们还不走？那些宝物的价值可远比这泉水要高。听闻此话，那公孙家的天才却冷然一笑：你们3个打扰了我们，这些宝物就当作是那个废物孝敬我们的，我们不与你们计较。现在赶紧滚，否则就算那个废物孝敬了我们宝物，我们也依旧会对你们不客气。一群垃圾也想与我们公孙家的争，你们有这个资格吗？那天才的话语极为难听。莫说夏言面露怒色，就连向来冷淡的笑语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怒容。找死！笑语此话说出，磅礴的结界之力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与此同时，夏言也是释放出了他的结界之力。可是他们的结界之力刚刚释放而出，楚风的手掌便落在了他们的肩膀之上。不用劳烦你们出手，这种货色交给我来处理吧。楚风对2人说道。夏言微微一笑，乖乖收回了结界之力。至于萧玉，他的第一反应则是身子一歪，把楚风搭在他肩上的手掌甩掉，但也同样是收回了自己的结界之力。什么？我没听错吧？你这个废物是想对我们出手？那2位公孙家的天才冷笑连连，紧接着他们竟然停止催动收取泉水的阵法，随后2人双手捏诀，同时捏出了一道奇特的法诀，阵起。紧接着2人同时大喝一声，只见脚下的大地剧烈摇晃，随后一道道光芒自地表浮现，交错之间竟然形成了一道大阵。大阵颤动，随后一只高达几10米，如同蜥蜴一般的巨兽自大阵之中走了出来。这是千变幻宫的阵法。夏言目光变化，他一眼就看出那宛如蜥蜴一般的巨兽身上充满了千变幻宫的气息。那不是这2位公孙家天才布置的阵法，而是这2位公孙家的天才运用特殊手段掌控了此处的力量，所以才能够催动千变幻宫内的阵法。现在知道怕了吗？你们2个自以为是龙变4重，就以为能与我们一战？不妨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早就掌控了此地的守护阵法，在这里面我们就是神。
公孙家的2位天才极为得意地说道。噗嗤！只是他们此话说完，夏言却是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得喷了出来。你笑什么？自己洋洋得意之际，却换来夏言如此嘲笑，这使得公孙家的2位天才十分不爽，但却也有些不解。可突然之间，那巨兽一声怒吼，随后2只利爪便向公孙家的2位天才飞掠而去。这结界巨兽的速度极快，2位天才反应过来之际，已是分别被那利爪给紧紧地抓住。那结界巨兽的利爪虽然只是抓住了他们，而没有伤害他们，可是那利爪的掌心布满了尖锐的倒刺，倒刺刺入他们身体，弄得他们遍体鳞伤，疼得更是龇牙咧嘴。但同时，他们更是想尽办法挣脱，并且想控制那结界巨兽，但却没有任何用处。这种情况下，他们2人的眼中布满了不解的问号。哎呦，这里的神好像不是你们哦。夏言对公孙家的2位天才说道。混账，是你搞的鬼吗？2位天才将愤怒的目光投向夏言。可就在此时，那结界巨兽竟突然跪了下来，而他所跪向的人并非夏言，也不是萧玉，而是楚风。楚风已经来到大殿之中，正在向大殿深处那封锁着泉水的池子走去。只见楚风抬手一挥，那公孙家2位天才费尽力气也没有取出来的泉水，竟直接穿过水池内的阵法，如水龙一般喷涌而出，随后直接落入了楚风手中的葫芦之中。见此一幕，2位公孙家的天才也顿时目瞪口呆，他们终于知道掌控了结界巨兽的人是谁了。这是你做的？2位公孙家的天才强忍住疼痛，对楚风问道。不然呢？难道是你们做的？楚风笑得甚是讽刺。你用了什么宝物，竟能从我们手中夺走这守护阵法的掌控权？还是说你隐藏了实力？不对，不可能是隐藏实力，黑煞大人的测试不会出错。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对这千变幻功了解多少？你究竟是谁？公孙家的2位天才接连询问，尽管是质问语气，但态度与之先前却已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差别。他们不再强硬，并且眼中还涌现出了恐惧，毕竟他们现在的性命都被捏在了楚风的手中。你们关心的倒是挺多，怎么这是怕了？怕我杀了你们？楚风看着那2位天才，露出了淡淡的笑容。这是这抹笑容映入这2位公孙家天才的眼中，却是如此的诡异，那分明就是不怀好意的笑容。你想做什么？我告诉你，在这千变幻宫内，你若敢伤害我们，我公孙家的人必然会知道。你也别想活着离开。眼见情况不妙，其中一个天才对着大声警告，而另外一位天才则是奋力挣扎，取出了一张特殊的符纸，且取出之后便立刻捏碎。那符纸捏碎之后，立刻一道结界阵法浮现而出。只是那结界阵法浮现之后，并没有对他们的困境造成任何的摆脱。但是那阵法浮现之后，莫说夏言和萧玉，就连楚风的目光也是微微有了一些变化。那阵法乃椭圆状，结界如水，但却可视如一面镜子，竖立于半空之上。而那面镜子之内有着几道身影，那全部都是公孙家的天才，就连公孙云天也是在场。阵法开启，公孙云天等人立刻将目光投了过来，明显是可以看到此处的情况。所以公孙家几位天才的脸上也都或多或少涌现出了愤怒的情绪。是何人伤了你们？公孙云天凝声问道。很显然，这座阵法不是传送阵法，但却是一种交流阵法。如若不然，见到自己的族人受到这样的伤害，以公孙家这些天才的性格，必然会立刻冲过来，而不是隔着阵法进行询问。公孙家2位天才可能是因为害怕，竟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我们问你，是谁伤的你们？你们看那个废物做什么？公孙云天身后的一位天才很是不爽地吼道。至于其他天才，虽然没有直接开骂，但脸上也是露出了相同的表情。在他们心中，楚风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废物，根本就没有将那2位天才的险境和楚风挂钩。是他做的。眼见着自家弟兄无法心领神会，那2位公孙家的天才只得看着开口。是他。听闻此话，公孙家的天才都是一脸的意外。他们想过可能是夏言，也想过可能是萧玉，就是唯独没有想过这件事会是楚风做的。为何要伤我兄弟？公孙云天隔着阵法对楚风凝声问道。你兄弟抢我宝物，还想用这守护阵法来对付我，不过可惜他们太过无能，守护阵法被我掌控，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楚风说道。他说的是真的吗？公孙云天问道。是。公孙家2位天才点了点头，立刻放了他们。公孙云天以命令般的口吻对楚风说道。哪怕已经知道是他的兄弟做的不对，可是他的态度却依然强硬。这样的态度使得楚风有些不满。楚风现在不想惹麻烦，他们若是好说好商量，楚风完全可以放过这2位。可他们若是要来硬的，那楚风也绝对不会惯着他们。别说是他们这些同辈，就算再厉害的角色，楚风也从来没怕过。放，你说放就放，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啊？可是不待楚风开口，夏言便先放话了。你算什么东西？公孙云天冷声问道。我算什么东西？就这么说吧，就你们区公孙家，小爷我真没放在眼里。夏言也不生气，倒是直接侮辱起了公孙家，而且他那还不是一本正经的说的，而是笑嘻嘻的。可他这个样子，更是令公孙家的天才们感到不爽。越是不正经的样子，越是轻视他们公孙家，看不起我公孙家。那你倒是说说你是哪的，我们回头前去拜会一下。公孙云天说道，他这话语之中尽是威胁之意，好大的口气。这一次夏言没有开口，萧玉倒是开口了。你们不用着急，很快就会有人去你公孙家。向来话说少，萧玉此时竟也主动与公孙家叫嚣起来，并且与夏言那笑嘻嘻的样子不同。夏言的模样更像是故意气公孙家的天才们，但是这萧玉不一样，他那一脸认真的模样更像是真的打算与公孙家一较高下。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隔着阵法就敢与我们叫板。我告诉你们，你们3个有一个算一个，敢动我公孙家的人，
你们都别想活！公孙云天身后的几位天才指着楚风三人说道。然而他们话音刚落，那被结界巨兽抓住的2位公孙家天才便发出了惨烈的哀嚎。原来是那结界巨兽抓他们的利爪变得更为用力，动嘴不如动手。你们这些公孙家的天才，光动嘴有什么意思？要玩就玩真的！你们不是开口闭口说要取我们性命吗？既然你们杀心已决，那这2位就有必要先死。楚风说道。你敢？那镜面结界后的几位天才指着楚风怒吼起来，话语之中尽是威胁之意。我不敢！楚风的目光变得阴冷起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如杀猪一般响彻。这自然是公孙家那2位天才的惨叫声。结界巨兽的利爪不仅握得更紧，那利爪掌心的荆棘倒刺竟也开始延伸，彻底将他们的身躯穿透。鲜红的血液如流水一般不断自利爪的缝隙之中流下，滴答滴答的落在地上。那可都是公孙家这2位天才的血啊！云天，救我！救我们！公孙家2位天才开始向公孙云天求饶，而镜面阵法另一端的天才们看到这一幕也都急了。他们没想到楚风如此大胆，居然当着他们的面也敢对他们家族的同辈出手。要知道，那可不是普通人，而是公孙家也极为重视的天才，乃是公孙家未来的栋梁啊！事实上，就连笑语和夏言也是一脸惊奇，就连他们也没想到楚风竟猖狂到这种地步。快给我住手！就连公孙云天也无法淡定，而是怒气冲冲地对楚风呵斥一声：住手！你们说住手就住手！你真以为你们是天王老子？这个世界都由你们说的算。我告诉你们，本来我没打算太过难为他们2个，想着给予一点教训也就罢了，可你们倒好，明知道你们同族兄弟做的不对，不仅没有认错的态度，反而出言威胁。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一套对别人也许有用，但是不好意思，对我楚风没用。楚风此话说完，楚风手掌微微握紧，可是那结界巨兽的利爪却握得更紧。只听咯吱咯吱的声音不断传来，公孙家2位天才的骨骼都被捏碎开来。这位兄弟，快住手！快住手啊！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向你认错。况且那威胁你的话也不是我们说的呀，你放过我们吧！公孙家2位天才哀嚎之际，终于放下他们尊严，开始向楚风求饶。见状，楚风一声轻笑，虽然停止继续加大力度，但也没有就此放过他们。既然你们求饶了，我楚风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是刚刚你那几个弟兄说的话让我非常不爽。如果他们道歉，我可以放过你们，但是他们若是不愿意道歉，那我的不爽只会增加而不会消减。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看向了镜面阵法另一端的公孙家天才们，就你这种废物也想让我们道歉，你休想！然而楚风此话刚出，便遭到了镜面阵法后面那公孙家几位天才的鄙夷。对于这种鄙夷，楚风没有理会，而是看向了那被结界巨兽折磨的2位。你们2个和那几位有仇吗？楚风问道。那2位一脸茫然，有些不太明白楚风此话是为何意。若是没仇，他们干嘛这么希望你们2个死啊？先是出言威胁，以此来激怒我，明明道个歉就能解救你们，他们也不愿意。真正的兄弟应该做不出这种事吧？楚风反问道。你这狗东西，少在这挑拨离间！镜面阵法后面那几位公孙家的天才怒斥道，还敢对我出言不逊，看来你们是真想他们2个死了。楚风双眼微眯，但那眼中没有笑意，反而尽是寒光涌动。看到楚风这样，那被结界巨兽折磨的2个天才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顺着结界巨兽利爪缝隙中流出的已经不仅是血液，还有不明液体。在此之前，他们也是很看不起楚风的，但是到如今，他们对楚风已经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意识到，这个看着平平无奇的家伙，实际上很不简单。这个家伙根本就不怕他公孙家，他绝对有胆子杀了他们2个。你们少废话，还不快点道歉？真的想我们死吗？云天，你快管管他们，他们再不道歉，我们真的会死的。这2位被楚风掌控的天才开始对自己的同族弟兄大吼大叫，而此时公孙云天的脸上也是有了一抹犹豫。只是道歉倒也没什么，可他们毕竟是公孙家的人，若真的向楚风低头，不仅仅是他们低头，也代表着公孙家低头，这是一个家族的荣辱。你们向他认错，但最终公孙云天还是开口了。行了，算是我们说错话了。而在公孙云天开口后，那几位先前叫嚣的天才虽然很不情愿，但也是立刻对楚风认错。只是他们认错的时候，不仅脸上挂着不情愿，语气很不情愿，就连看都没看楚风。算是你们错了，你们道歉能不能有点诚意？对于他们这样的态度，楚风自然也不买账。你还想怎样？别得寸进尺！而楚风此话说完，便立刻换来那几位天才的不满。真诚一点！可是还不待楚风反驳，公孙云天却是再度开口，并且语气很是严厉，那乃是命令的语气。见此情况，那几位天才的脸上都涌现出一抹恐慌，看得出来，他们很怕公孙云天。是我们语气不对，兄弟，你大人有大量，放过他们吧。于是他们再度开口，虽然依旧很不情愿，可是至少这服软的话还是说了出来，态度比之刚刚也是有了较大提升。不行，不够诚意，要下跪才行。可谁曾想，就在此时，那夏言却是不怕事大的开口了。听闻此话，那几位公孙家的天才气得咬牙切齿，但可能也害怕楚风继续折磨2个同族，他们竟然硬生生的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愣是什么都没说。当然，这一次夏言更像是玩笑，纯粹调侃公孙家的天才。下跪倒是不用，但是刚刚嘴硬的可不只是你们。这位叫做公孙云天的，你别光说别人，你呢？楚风也是眯着眼睛看向了公孙云天。而这一刻，莫说夏言和萧玉，就连公孙家的天才也是惊了，就连那被楚风掌控的2位公孙家天才也都惊了。他们可以让别人道歉，但是公孙云天是什么人物？谁敢命令他啊？况且他们了解公孙云天的性格，
想让他道歉，堪比登天。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公孙云天的眼中涌现出一抹寒意，他果然不愿道歉，所以你是真的要见死不救？楚风丝毫不惧，而是直接反问道：有本事你就杀了他们2个，但我保证要你全族陪葬。公孙云天冷声说道。此时他的脸已是彻底阴沉下来，目光极其阴冷，虽然隔着一道阵法，但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杀意。楚风可谓是彻底激怒了这位公孙家的最强天才。云天，你不能见死不救，你不能见死不救啊！眼见情况不妙，那2位被掌控的天才赶忙开口求救，求救之际已是痛哭流涕。他们是真的不想死。闭嘴，2个没用的东西，连一个龙变2重的废物都对付不了，丢尽我公孙家的脸。然而公孙云天却是对他们2人进行了怒斥。看来公孙云天心意已决，在同族生死以及自己的尊严面前，公孙云天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维护自己的尊严。看来你是真的想让我杀了他们，那我就偏不杀他们。我不仅不杀，反而还要放了他们。至于你想要杀我，那我楚风随时奉陪。不过就怕你没这个本事。楚风笑眯眯的说道。可他越是这样，越让公孙云天感到愤怒。你记住，我会找到你，我会让你无法活着离开这千变幻宫。公孙云天对楚风说道。是吗？那我等着你。楚风此话说完，随后大袖一挥，那镜面阵法便立刻崩塌。不仅如此，那结界巨兽也是放开了利爪，将那2位公孙家的天才放了下来。你真的要放过他们啊？反正已经得罪公孙家了，干嘛还放过他们？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见状，夏言走上前来，十分不解地问道。很简单，随性未知。楚风说道。真是搞不懂你。夏言撇了撇嘴，但其实对于这件事他也很无所谓。多谢不杀之恩，多谢兄弟不杀之恩。而眼见着楚风真的要放过他们，公孙家的2位天才则是赶忙向楚风作揖道谢，可能是有种劫后余生之感。他们不仅立刻将从楚风那里得到的宝物凤骸，还将他们自己身上的一些宝物交了出来作为酬谢，但楚风却只将自己那份收了起来。这2位补偿的，楚风并没有要。我楚风向来是吃软不吃硬，今日之事本来也没什么，闹成这个样子其实也非我愿。但是有一件事你们要明白，经过此事，我算是得罪了那公孙云天。他是什么性格，你们应该比我了解。我无论是放过你们，还是杀了你们，他都不会放过我。我与他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而我不杀你们，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动杀心。但是也只是这一次，若是下一次你们还敢惹我，我保证取你们性命。楚风对这2位说道。不敢，一定不敢了。多谢你饶过我们，多谢。这2位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因为他们知道楚风说的是真的。楚风现在放过他们，根本就不是因为惧怕他公孙家，而是真的给了他们一次机会。随后楚风便与夏言、萧玉离开了此处，他们又继续寻找了一段时间幻宫浑水，只是却依旧没有找到。而楚风进入此处的目的，乃是顺利走出千变幻宫，进入下一回合，获得接触修罗藏地的机会，所以不可能一直帮助萧玉寻找幻宫浑水。实际上楚风帮萧玉找了这么久，已是仁至义尽，所以最终楚风、夏言、萧玉3人只能分道扬镳。楚风和夏言继续深入，一边寻找离开千变幻宫的方法，一边寻找那大名鼎鼎的紫霞鬼王珠。而萧玉则是独自一人继续去找幻宫浑水。紫霞鬼王珠位于千变幻宫的最深处，想要到达那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楚风毕竟掌控了一部分千变幻宫的力量，因此这千变幻宫对其他人而言极其危险的阵法，对楚风来说不仅没有那么危险，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帮助他们的助力。所以在楚风的带路下，楚风和夏言接下来的道路可谓是十分的顺畅。他们2人很是顺利的便来到了这千变幻宫的最深处。这千变幻宫的最深处是一座颇为奇特之地，它似是岩洞，但岩洞之内的摆设雕琢又如宫殿一般精致。但楚风2人根本无心观察这岩洞的适合模样，他们的目光都凝聚在了岩洞最深处那漂浮在半空的珠子上面。这颗珠子有西瓜那么大，珠子本体为透明之色，其中流转着特殊的气焰，气焰如具有生命，在其中游动。别看珠子为透明的，但却散发着紫色的霞光，那是如落日一般的光华，将这珠子衬托颇为神圣。而珠子上面那刻写的鬼王2字，则是说明了他的身份，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紫霞鬼王珠。楚风，这紫霞鬼王珠到底是何宝物，还没人知晓。我看得出来你对他也有兴趣，虽然咱们是联盟，但这个好东西可就不能共享了。我很感谢你带我来到此处，但是这个好东西我也不会跟你客气，咱们2个一起动手，谁先拿到紫霞鬼王珠他就归谁，怎么样？夏言激动不已，已是跃跃欲试，直接对楚风讲述起了他的想法。我不和你抢，你先。楚风说道。我先？你这是何意？让着我吗？夏言有些不解地问道。很简单，女士优先。楚风说道。你这家伙！夏言紧张的眼睛都瞪圆了，毕竟她是女孩子的事情还是要保密的。但是想了一下，这里反正也只有他和楚风2个人，倒也没有与楚风计较。女士优先就女士优先，你可别后悔。本姑娘可不是公孙家的那种庸才。夏言此话说完，便直接向岩洞深处掠去。然而他刚刚踏入岩洞，在其前方便光芒大盛，一条长达1000米如蛟龙一般的巨兽破土而出，拦住了他的去路。那是一道守护阵法，但夏言似乎早有准备。只见其轻哼一声，自其体内磅礴的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结界之力如千军万马受他掌控，眨眼间一座阵法便应运而生。2道阵法相互对抗，夏言很快就将那结界巨兽摧毁。只是这阵法破开后，他还没走出几步，又有一座阵法拦在了他的身前。但夏言依旧早有准备，根本都没有思考，
便布置出了应对的阵法。这丫头果然有些本事，看着夏言如此从容的破解守护阵法，楚风的脸上也是露出赞叹之意。夏言对于这紫霞鬼王珠必然是早有准备，否则不可能如此了解拦在前方的阵法要如何破解。但除了已经掌握的情报外，这夏言结界之术也的确很强，在界灵师层面，夏言绝对对得起天才之名。夏言一路前行，转眼间已经破开了8座阵法，眼下他距离紫霞鬼王珠只有几十米的距离，只是一座金光璀璨、散发着坚不可摧之感的透明墙壁，却是拦在了他的前方。那乃是一座大阵，也是距离紫霞鬼王珠的最后一座大阵。只要破开这座大阵，夏言就可以靠近紫霞鬼王珠。最后一道大阵乃是9道阵法中威力最强的一道，但是夏言依旧运筹帷幄。他的结界阵法布置成功之后，2道阵法相对抗，那第9道阵法便开始分崩瓦解。只是将最后一座阵法破开后，夏言并没有直接去拿紫霞鬼王珠，反而看向了楚风。嘿嘿，楚风，这紫霞鬼王珠可就归我了，你可要说话算话呀。夏言对楚风说道。原来他是害怕楚风出尔反尔，所以才问楚风，你若能拿到，当然归你。只是丫头，可别小看了此处的阵法。楚风的脸上没有一丝慌张，那种自信就好像他已经确定夏言无法拿到紫霞鬼王珠一般。见状，夏言轻哼一声，随后探手一抓，一股磅礴的吸力便隔空笼罩住了紫霞鬼王珠。他是想要隔空取物，只是下一刻，一股诡异的力量将夏言覆盖。被那力量覆盖之后，夏言便在原地消失不见。而当他再度出现之时，竟然来到了楚风身旁，又回到了岩洞之外。楚风，你怎么这么玩不起？夏言一脸愤怒地看向楚风，他觉得是楚风运用手段将他给抓回来的。然而面对夏言的质问，楚风却是无奈地摊了摊手。我说不是我，你信吗？不是你还能有谁？夏言一脸的不相信。亏你还是界灵师，难道你没感受到是此处阵法的力量将你传送回来的吗？楚风说道。可是你不也掌握了这千变幻功的力量吗？夏言说道。蠢啊，我只是掌握了一点点，你若不信，你再尝试一次，然后仔细感受一下那将你传送回来的力量到底是不是我。楚风说道。哼，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夏言此话说完，便再度开始破阵，一模一样的破阵方式，破阵速度却比先前还要更快。只不过这次他破开最后一道阵法的时候，并没有隔空去拿紫霞鬼王珠，而是直接伸出手去，想要用自己的手掌将紫霞鬼王珠拿到手。只是当他的手掌靠近紫霞鬼王珠之后，却如同先前一样，被突如其来的阵法覆盖，直接传送回到了楚风的身旁。这怎么回事啊？夏言一脸惊奇地看着楚风，他现在已经知道这件事的确不是楚风做的，但他却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你不是对千变幻功很是了解吗？难道之前那些来到这里的人就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吗？楚风问道。这个的确听人遇到过，但是为什么啊？夏言十分好奇地对楚风问道。你这丫头终于不装了吗？而楚风则是笑得意味深长。先前楚风还不能确定，但是现在他可以确定了。其实夏言从一开始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也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不是楚风做的，他是故意诬赖楚风，想要再尝试一次破阵。哎呀，看破不说破嘛，眼见着已经被楚风识破，夏言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并且还用小拳头捶了一下楚风的胸口，那动作同样十分娇羞。哦，你给我正常一点。然而对于夏言这个动作，楚风差点没吐出来。楚风倒是知道夏言本身是一个御姐型的大美女，但是毕竟夏言现在还是男人的模样啊。作为一个正常男人，面对这样的撒娇，楚风着实有些承受不住。好啦好啦，楚风，你快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别装，我知道你肯定看出了什么。夏言拽着楚风的胳膊，连连逼问道。那是一副你若不说，我绝不善罢甘休的架势。你破阵方式不对。楚风说道。那要怎么破？换一个方向靠近吗？夏言问道。真想知道。楚风眯着眼睛问道。当然了。夏言连连点头。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我来给你演示一遍。楚风此话说完，便捏出法诀，而他体内的结界之力也是如同一条条气龙，围绕着楚风不断升起。楚风开始布阵，真是小妾，让你告诉我怎么破，你可倒好，居然直接破阵。夏言撇了撇嘴，虽然嘴上这样说，但眼睛还是看得十分认真。这家伙到底在做什么啊？只是一番观察之后，夏言眼中的茫然之色却是越来越浓。他好歹也是龙变4重的界灵师，可是他此时却根本看不懂楚风布置的是怎样的阵法。正常来说，界灵师布置阵法会如同搭建房子一般，将阵法一点一点的搭建出来，但楚风没有，楚风的阵法更像是在体内偷偷的构建，让夏言看不出所以。阵起，突然楚风轻喝一声，缠绕着他的结界之力也开始剧烈蠕动。很快，那结界之力从楚风体内离开，化作7道身影立于楚风身旁。虽没有具体的轮廓，但却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与楚风一模一样。这是阵法分身，只不过楚风的阵法分身更纯粹，他没有具体的仿造楚风的模样，但每一个体内都蕴藏着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随着楚风手掌变化，那7道阵法分身便同时跃起，以紫霞鬼王珠为中心，落在了紫霞鬼王珠的8个方向。至此，楚风的破阵正式开始。7道分身加上自己，同时破阵。这原来要同时破阵吗？可是这难度也太大了一点吧？就算他掌握了千变幻功的力量，可是他的结界之力支撑得住吗？此时，夏言终于明白了楚风要如何破阵，不是从一个方向破阵，而是从8个方向同时破阵。这样一来，当楚风靠近紫霞鬼王珠的时候，这围绕着紫霞鬼王珠而布置的足足72道阵法将会被全部破解成功。也许
这样楚风就能够拿到紫霞鬼王珠。可是，在夏言看来，这样的方法虽然说得通，但却很难成功。布置阵法需要结界之力，而每一位界灵师的结界之力是有限的，再加上此处的守护阵法，想要破解本就极其费力。若要从8个方向连续破阵，那所需要的结界之力更是超乎想象，那是哪怕界灵天才也所无法做到的事。可是随着时间流逝，楚风距离紫霞鬼王珠却是越来越近。这个家伙难道是怪物吗？眼见着楚风就要成功，夏言也是惊讶的张大了嘴巴。在他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楚风正在接近完成。终于，那围绕着紫霞鬼王珠的阵法全部被楚风破解开来。随后，楚风探手一抓，那紫霞鬼王珠便当真落入了楚风的手中。原来你是这样的宝物，那就不枉费我费这么大的力气来拿到你了。看着手中的紫霞鬼王珠，楚风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紫霞鬼王珠是怎样一个宝物。虽然眼下的楚风因为耗费力量太多，已是气喘吁吁，极为虚弱，但是他却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可突然之间，一阵掌声响起，听到这掌声，楚风和夏言便立刻观望而去。只是看到那来者之后，就连夏言的脸色也是变得难看起来。只见公孙家的天才们正在向岩洞的方向走来，而为首的正是公孙云天。你还真是有些本事，居然能够拿到紫霞鬼王珠，这样也好，倒是省得我费力气了。公孙云天的脸上虽然挂着淡淡的笑容，可是他的目光却异常冰冷，那双眼眸之中尽是杀意。